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马资源贵家产拓。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马资源贵家产拓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马资源贵家产拓 MRCB Q REIT 成立于2006年10月，主要是为了在马来西亚收购和投资商业地产，以提供投资者长期和可持续的收入分配以及潜在的资本增长。公司初期是以 Q Capital Trust 在大马股票交易所上市，而公司的灵魂人物就是两位创办人 Dato' Michael Ong 和 Dato' Dr. Jennifer Low。在刚上市的时候 ，Q Capital Trust 只拥有4家位于 Cyberjaya 的产业，当时的产业市值只有不到3亿令吉。在上市后 ，Q Capital Trust 积极地将多项产业注入在其组合内，包括 Wisma Technip、Plaza Montiara、Q Building 5的 IBM、Q Building 8的 XPJ、Q Building 10的 SS13 和槟城的 Tesco Building 等等。到了2015年 ，Q Capital Trust 向 MRCB 收购 Platinum Central。不过，鉴于这项收购计划的部分融资将发行新股给予 MRCB， 所以导致完成收购后 ，MRCB 入主 Q Capital Trust 成为最大股东。随后 ，Q Capital Trust 也更名为 MRCB Q REIT， 并维持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地位，代码为5123 MQ REIT。2016年 ，MQ REIT 再出手向 MRCB 收购 Menara Shell， 把资产管理总值规模推高至21亿令吉。从2018年开始，由于办公楼领域供应过剩 ，MQ REIT 的营业额开始呈现下滑状态。加上在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导致股价一度下挫至56仙的历史低点，目前仍在致力恢复中。MQ REIT 收购的商业物业投资组合包括量身定制的办公大楼、数据处理中心和商业园区的房地产。MQ REIT 目前一共拥有10家产业，分别坐落在吉隆坡、赛城和槟城。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兼最大城市，也是全马来西亚人口最多以及最密集的城市。MQ REIT 在吉隆坡地带一共拥有4家产业，那就是 Wisma Technip、Plaza Montiara、Platinum Central 和 Menara Shell。Wisma Technip 是一间拥有12层楼高和3层停车场的建筑。MQ REIT 在2007年将其收购，由 Technip FMC 租用该建筑。Technip FMC 是一家跨国石油和天然气公司，总部位于英国伦敦，业务主要为各类油井和炼油厂的工程设计。Technip FMC 从2007年租用该办公楼至今，已有超过10年之久。不过，目前 Wisma Technip 的出租率已经从之前的108%降低至98%。Plaza Montiara 是一个拥有独特概念的度假村办公室，其概念是将办公大楼和类似度假村的设施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混合商业开发项目。Plaza Montiara 的租客主要包括餐饮业、银行业、便利市场和服装行业等等，目前的出租率处于88%。Platinum Central 由5座办公楼组成，是马来西亚第1座获得白金评级和绿色建筑指数认证的建筑。Platinum Central 位于 KL Central 附近，而 KL Central 则围绕着马来西亚最大的交通枢纽，像 KLIA、KLIA Express、LRT 和 KL Monorail 以及 MRT 互相连接。Platinum Central 的租客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服务领域以及其他等等，目前的出租率处于84%。Menara Shell 是一栋由33层办公大楼以及5层楼平台和4层地下室停车场组成。跟 Platinum Central 一样 ，Menara Shell 的设计也是以节能和绿色功能为主，同时也是位于 KL Central 附近，只需步行10分钟便可到达。Menara Shell 的主要客户包括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公司、保险行业以及科技领域等等。目前的出租率处于95%。赛城，也就是名为 Cyberjaya 的网络之城，是马来西亚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下的核心科技城市，距首都吉隆坡以南约50公里，被大马政府规划为具有高科技基础设施的智能城市。MQ REIT 在赛城一共拥有5间产业，分别是名为 Q Building 1至5的商业办公大楼、
首先 ，Q Building 1和4是出租给了 DHL 公司，是一家独立于美国的运输公司，目前由德国邮政集团全资持有，是如今世界上最大的运输公司之一。DHL 自2006年以来就一直租用该办公大楼至今，而且也维持100%的占用率，是 MQ Reid 的最忠实客户之一。Q Building 2是租给了 HSBC 的旗下子公司。HSBC 总部设立于英国伦敦，为规模最大的欧系银行。旗下的 HSBC 银行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及金融服务机构之一。HSBC 也是自2006年 MQ Reid 收购 Q Building 2以来，一直都在租用，是公司的常年客户之一。Q Building 3则是由 BMW 租用了一半的面积，是该办公大楼的大客户。BMW 也经常被称为宝马，是德国一家跨国豪华汽车、摩托车和引擎制造商。目前宝马集团是 BMW、Mini 和 Rolls-Royce 三个品牌的拥有者。Q Building 3的剩余面积分别由科技行业、政府部门以及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公司租用。截至2019年年尾 ，Q Building 3的租用率达到91%。Q Building 5就是由 IBM 公司租用，是美国一家跨国科技公司及咨询公司，主要生产并销售电脑硬件和软件，并且为系统架构和网络托管提供咨询服务。IBM 公司从2008年开始租用该办公大楼长达10年左右，并在2019年4月离开。经过了长达1年半的空置状态后，目前 MQ Reid 打算以4500万令吉将 Q Building 5出售。MQ Reid 在槟城拥有一家产业，于2008年收购时已被命名为 Tesco Building。Tesco Building 是一座3层楼高的商业建筑，可容纳 Tesco 大型超市、零售场所和停车场，由 Tesco 100%租用，租用期从2004年至2032年，长达28年的有效期。Tesco 是英国的大型连锁超级市场，是目前英国最大的零售商，也是全球第3大的超市集团。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MQ Reid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MQ Reid 在2020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3946万令吉增加了 5.7% 至4171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1764万令吉上扬了 21.8% 至2148万令吉。营业额的上涨主要原因是 Manara Shell、Wisma Technip 和 Tesco Building 的收入增加所致。至于净盈利的增加，其中是因为物业经营费用减少了，这是由于公司投资组合下的某些物业的运营费用降低了的原因。另外还有隔夜政策利率调低所导致财务成本跟着降低，也是使到净盈利增长的原因之一。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稍微下降了 0.2% 至22亿103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物业投资是整个总资产当中价值最高的，占了总资产的 97%， 而且大部分的资产也都在增值着。另外可以发现，公司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比9个月前增加了，这表示公司的客户所拖欠的款项也越来越多了。还有值得注意的就是公司的流动现金比9个月前下降了很多，在现在这种疫情重返的时刻，可能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1% 左右，是8亿9903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总值3亿令吉的短期贷款已经被缴清了。但是如果留意看长期贷款，就会发现其实公司是增加了长期贷款来缴清短期贷款的。以公司现在的负债率来说，大约是在38% 左右，所以只要不超过50%，就属于还在健康水平当中。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增加了 2.7% 至869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这一季度的现金流量增加是因为税前盈利增加了，
还有就是公司减少支付供应商欠款的原因。只不过因为公司的客户在这季度也增加了拖欠的款项，因此把现金流入量的额度给拉低了。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也是增加了52%至15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大量减少了产业上的投资，所以使到现金流入增加了很多。Financing activities 则录得了现金流出的情况，不过与去年同季相比，就减少了26%左右，至931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明显看到的是，公司增加了很大笔的借贷，但是同时也偿还了巨额的贷款。这应该是之前在资产负债表中所提及到的，利用长期贷款来偿还短期贷款吧。总结来说 ，MQ REIT 是一间以办公楼为主的产业信托，而公司的客户群都是一些高知名度的租客，所以业务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全球的经济，而由疫情所引发的新常态，如标准作业程序、在家工作等等，相信会使到 MQ REIT 的办公楼出租率降低。提到出租率 ，MQ REIT 在2020年有37万1000平方米的租用面积需要更新合约，目前成功续约的有大约21万6000平方米，占总续约率大约58%左右，剩余的13万平方米会在第4季度完成洽商。另外需要额外提醒一下，以 MQ REIT 的市值率 Price to Book Ratio 来看的话，目前是处于0.74，也就是说价格被低估的意思。相比起同行的 IGB REIT、Sun REIT 和 Pavilion REIT， 或许正说明这 MQ REIT 的不稳定因素更高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影片的，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